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。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自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向日何？我的存在不会因情节而予以残破。为何心中忽然如此不安？不行，炼化之法凶险，须得静心施法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玄奘宫里的青鸟仙子前几日被卸了职，离开上清神域了。原来是害了相思病啊。不过我听说，最近好几座宫殿的仙娥都被换成了腾蛇一族的，说是天欢圣女的意思。如今诸神陨落，只怕上清神域不再是过去的上清神域。
觅得机缘进了上清神域，求圣女不要赶我们走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修行不容易了，不过这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啊，就怪桑九吧。此事与桑夫人何干？因为你们伺候过他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觉得厌烦。怎么样？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若我不走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随明夜战神来到玉清宫的，想来明夜神君也是玉清宫的主人。若圣女非要赶我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分辨个明白。你拿明夜威胁我？从前的12神明皆在之时，上清神域也不是谁都能独断专行、狐假虎威的地方，凡事都要讲个公道。小小花仙也敢冒犯我？圣女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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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圣女，莫和桑九求见，说是想向圣女亲自赔罪。还未对他动手，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桑九，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，已经晚了吗？不对，天欢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竟然入魔了，真是个肮脏下贱的棒妖！可惜了，圣女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棒妖手里。时机已至。
桑九，我很快就可以为你重塑仙髓了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救命啊！刚刚有个魔女杀进了上清神域。魔女？她抓走了天欢圣女，往东南方泉水处去了。桑九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入魔了？明夜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他抽走了我的仙髓，救我！桑九，若你还能听见我说什么，就把天幻的仙髓放下，到我这里来。放下。桑九，放开我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神君，先救人。是。桑九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何入魔？事情就是如此，神君，绿萼死的实在是冤屈啊！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先起来吧。你们今日受了惊吓，先回去好好休养。谢神君。漠河当真已被屠戮殆尽了。就算是被裹挟逼迫，可你们身为上清神域的天将，怎可如此奴颜婢膝、助纣为虐？神君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都是受了天欢的蒙蔽。那日从漠河回来后，我们就一直觉得良心不安，还望神君看在我们为神域相命多年的份上，功过相抵，从轻发落。饶了我们！你们几人废去修为，打入地牢，等候发落。滚！带走。是。敢问药王，桑九如今的情形，应当如何医治？我总不能一直用弱水绳索捆着他吧？入魔多是因心绪激荡、道心不稳所致，桑夫人全族尽灭，痛苦难当，因此堕魔。心病当以心药来医。心药？这谈何容易？我去看看他。且慢，神君若此刻现身，恐怕又会勾起桑夫人心底悲痛，会使她继续沉沦魔道。不如暂时让她独处，以神域纯清之气消解些许魔气，每日送些化浊生清的膳食汤药，待她心绪平复，再相见为妙。
神君，虽说此事因天欢而起，但桑九堕魔今日闯我天门，杀伤我天兵天将也是事实。上清神域自有法度，神君万不可偏私心软啊！是啊，神君，上清神域从来就与妖魔势不两立，否则雨神他们的牺牲又有何意义呢？桑九，你想没想过，明夜多年与魔族不共戴天，他众多至亲至爱的袍泽都死于魔族之手。你如今入了魔，他可会容你？是啊，我已经无法回头。神君，天欢圣女已经醒了，她失了仙髓，又浸在兑了弱水的泉水中许久，正在大哭大闹。她认罪了没有？认了，这是供述。天欢还恳求说，她自知罪孽深重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还是想再见你一面。你去告诉天欢，他悖逆正道，已与妖魔无异，不是更甚于妖魔。我与他已无话可说。待他背出雷行，魂飞魄散之时，我会亲往监行。如何？圣女放心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通知了族中长老，他们很快就能见到明夜神君了。献上这样的至宝，诸位长老，希望从我这里换取什么呢？请神君宽恕天欢的性命，这冰晶就能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天欢虽然犯下弥天大错，但她毕竟是我族圣女，请神君念在腾蛇族过往的功绩，饶她性命，并为她重塑仙髓，再将她驱逐出上清神域便是。我腾蛇一族保证，天欢一回去，我们就会把她软禁起来，让她永生永世不得迈出雾山一步。我可以饶天欢不死，但你们若想让我为他重塑仙髓，还放他返回雾山，诸位长老会不会太贪心了？那明夜神君咬死不能重塑仙髓，也不能放你离开。长老们已经尽力了，好歹保全了你的性命。保全性命。我如今失了仙髓，又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，还能活几年呢？就算没有雷击之险，
也不过是等死吧。林烨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呐！可笑，我父亲待他恩重如山，我爱他至死，他竟然如此待我。明烨，你既然不愿意救我，那你也别想救那堕魔的棒女了。杨和，你再过来一些。告诉长老，先扔进荒渊，再把这个消息告诉桑九。神君，腾蛇族的人回去了？是的，已经离开上清神域了。他们是如何得知我净化了洗髓印，还可以用它重塑仙髓？许是听到了什么传闻？派人盯着巫山，将那几个长老每日的行踪尽数报知于我。是。神君，你采用火阳鼎净化洗髓印，消耗了不少修为，这立马又要炼化这万年冰晶，属下实在是担心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不必多言。若我将这冰晶制成灵气，再将漠河水里留下的躯壳置入其中，涵养千年之后，漠河便可获得新生。桑九心有慰藉，也许便可回归正道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神君赦免了天欢圣女，腾蛇一族源远流长，世代以来，像天昊这样的大英雄层出不穷。明夜神君多少会留些情面的吧？是吗？我也觉得是。只是可怜了那漠河一族。我听说啊，只剩那个桑佑活着，受了重伤，又被丢到了荒渊那种地方，跟死了也差不多了。太可怜了。阿修。阿修，阿修，桑佑，阿修，桑九，季泽神君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荒渊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本是妖体，再往前走，便要万劫不复了。桑九，快离开！找不到我阿兄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桑九，不要一意孤行。荒渊终究是妖魔，你应对不来他。有了这冰晶斩，接下来只要找全漠河水族的遗骸，
神君，派出去的士卒回报，那几个雾山腾蛇族的长老果然行踪可疑，他们在暗中和玉清宫的几个侍从联系。神君，神君不好了，桑夫人不见了，几年里还死了个天兵。神君。阿兄，是我糊涂，我没有听你的话，你一定要活着。这是阿兄。阿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这就带你离开。哎，我还当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两只小棒精啊！被关了这么久，都混这了。终于能饱餐一顿了。让开！这棒精在嚣张什么？今天让你们俩都离不开这里！兄弟们，上！这不是战神明夜吗？和我们势不两立，怎会橘子来这荒原之中？堂堂战神，难不成是为情所困？为了那个小棒精，自投罗网？可惜你来的太晚了，他已被我们吞噬的血肉模糊了。一起上！为什么我们只能受到欺辱，而天欢做错了这么多，还能得到宽恕？因
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却要遭受苦难。桑乔，桑乔，醒来吧，别再堕落下去了。堕落？你们这种高贵纯洁的神君仙子做了坏事，那才叫堕落，不是吗？桑乔，跟我回去吧。过去种种，诸般过错，我都会想办法弥补。回去？我能回哪儿去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回哪儿去？眼下他情绪激荡，怕是我和他说什么他都听不下去。需先稳住他的心神，不能让他继续堕落。桑乔，那些屠戮漠河的天兵，可都是你的部下。如何处置？杀了我？他们被天欢利用蒙蔽，是我管束不周，定会严加惩戒。好，那你可曾宽恕天欢，饶他一条性命？请神君饶恕天欢性命，我族愿献出边境斩，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是，可是天欢没了仙髓，即便是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明夜，你好慷慨，你饶了他们死罪，谁来偿还我父王、我族人的性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要他们都死。他们向漠河的妇孺老幼挥下屠刀时，心中没有半分善意、半分同情。我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麻木不仁付出代价。桑乔，我可以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魔，你这是在拿自己去殉葬，这不值得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值不值得、应不应该？给我滚开！让开！桑乔，得先想办法带他们离开。桑乔，明夜，好久不见。季泽，季泽，你怎么会在荒渊？我以为你……不错，我本体已陨，只是元神尚在。我已决意神躯镇守荒渊，永囚于此。我虽在阵眼中无法动弹，但可以试着送你们离开。荒渊凶险万分，一定不要再来了。季泽，季泽，等等！
圣女恕罪，我等来迟。明夜神君不在，要解开这结界，果然容易了许多。既然他非要闯荒渊英雄救美，那以后这玉清宫就归还我们腾蛇一族吧。为何带我来这儿？我以为你会把我带回上清神域关起来，毕竟我杀了人。我答应过你，会陪你一同面对，便不会骗你。不管你是仙、是妖，还是魔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桑九。我阿兄何在？我尽力了，可是他伤得太重，暂时无法复原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用这冰晶斩，精心涵养，你的族人就会有新生之机。只要将漠河水族的遗骸置于斩中，1000年之后，你的族人就有机会回来。这斩中的神灵是明夜。桑九，你初入魔，并非无药可医。我已经设法炼化了吸髓印，我会试着用它帮你重塑仙髓。我问过药王了，他说只要你可以保持道心，假以时日，你定可以脱离魔道，重归仙途。桑九，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在这里一起生活的日子。往后余生，我也只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。你可以。你可以再相信我一次吗？这万年冰晶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腾蛇族。桑九，你听我说，他们说，只要我留天欢一条性命，就将这冰晶斩给我。我答应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悲恨难平，可是只有拿到冰晶斩，你的族人才有重获新生的机会。
比起天欢的命，你一定更在乎你族人的性命，对吗？明夜，你公正无私，以身作则，是个再好不过的神明。不过你终究不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一场交易。这世上并非一切都是可以公平度量、等价交换的。明夜，你还记得我父王曾经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吗？那个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去救白鸽的国王，最初让他做出选择的，也不过是那一点怜悯之心罢了。那只鸽子如此洁白可爱，谁能不心生怜悯？就像我，自然而然地对你动了心，喜欢上了你。即使知道我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我依然愿意为此拿起刀子。那时我以为这份孤勇足以让我承担代价，可我没想到这代价会这么大，这么大。国王为了他的一点初心，割尽了全身的血肉，而我为了你，害死了整个魔河。我是多么的可笑，多么的可恨。我只是个棒精，远没有国王那份前者。他不毁而飞升，而我不行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的恨不得杀了我自己。自从天欢屠尽我漠河的那一天起，我心中就只剩下赎罪和复仇，再也没有你了。救我阿兄的办法，我自己会去找。战神明夜的这份情，我承受不起。仇人，我也会自己去审。天欢，腾蛇一族满门英豪，你怎能做出这种内外勾结、鸠占鹊巢的事情？是啊，你也说我腾蛇一族满门英豪，我身为天昊之女，如何不能做这神域之主呢？笑话！你蒙父辈荫蔽，自己却未见尺寸之功，如何做神域之主？
我们孙明叶神君奋战诸魔时，你在何处？我们绝不会向你低头。哼！神君归来，看你们腾蛇一族该当何罪？明夜，他甘愿自轻自贱，去那满是妖魔的荒渊救一个小妖，他有什么资格问我的罪？何况，他能不能从那鬼地方出来还两说呢。不必废话了。既然你们不愿奉我为主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投入火阳鼎里烧了。你烧的多了，总有一条合我用的仙髓。用炉子炼化仙髓，倒是个好主意。不知杀了你们整个腾蛇族，能不能炼出点有用的东西？桑九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他是魔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别杀我！原来圣女也会怕死，那和我们这些小精怪也没什么差别，谁又比谁高贵？桑九，你不会以为你杀了我，你的族人就能回来，你就可以和明夜在一起了吧？你做梦！死到临头还在嘴边。没错，你比我幸运的多。你和你整个腾蛇族马上就要团聚。想了想，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。再见了，天欢。我桑九今日在此立誓，明告天下，我将追杀腾蛇族人，直到世间再无此族。
我分明有移山拔海之力，却还是不抵挡。叶冰裳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为何要与我说话？你历经般若浮生，可学会了什么？从小你妒忌叶惜雾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自欺欺人，一遍遍说服自己，叶惜雾是嫡出之女，身份高贵，而你只是个低微的庶女，所以比不上她，不配拥有她享有的一切。哼，真是可悲啊！你胡说，我根本不需要与她比较。是吗？那你当初为何要将他人的情思据为己有？你的丈夫萧凛是真的爱你吗？若是你身上没有那条多余的情丝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自从有了这宝贝，你便拥有了超乎常人的魅力。任何男人都会为你倾倒，不是吗？不过福祸相依，当初梦瑶捉走你，也正是被这条情丝吸引。那你是好心来提醒我的？想要赢过叶惜雾，光有情丝是没用的。在那般若浮生之中，即便你是腾蛇一族的圣女，不也一样被他夺走了一切吗？天欢出身如此高贵，若非痴心错付，又怎会惨淡收场？哼！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人生苦短，若是只依靠色相，将自己的一切都压在男人身上，不能把握住机会，那么你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失败者。天欢的悲剧，便是你的将来。天欢是天欢，而我叶冰裳与他毫不相干。天欢徒有腾蛇之力，却只知争风吃醋，一心只会讨明夜欢心。我叶冰裳与他一点儿也不一样。好，你有何不同？在这世上，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我去爱。天欢愿意为了男人满手血腥，而我叶冰裳只会为了我自己。聪明的姑娘，祝你比天欢幸运。天欢，是内神子雷。桑丘，
桑九，那是什么？我拿整个腾蛇族仙髓炼出来的宝石，合众仙之力凝作这样小小一枚，只可叫天地倾覆，日月倒悬。不如就叫倾世之玉吧。你想用它来复活你的父兄？怎么，你又要来阻止我？桑九，你不要用它！你杀仙取髓，以魔火炼化这种邪僻之物，有伤天和，因此才会引来雷劫。这世间因果相连，你一旦使用了它的力量，来日必定要偿还，不得善终。不得善终。从我拔出镇水剑的那刻起，我就没想过什么善终。明夜，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。让开！怎么？你想要我给他们偿命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到了办法。桑九，你可以不用再做魔女，这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什么办法？用什么洗髓印吗？还是你又上哪讨来了什么宝贝？洗髓印已经被我封印在灵台之中。你说的对，这不应该是交易，更不应该是恩惠，而应该是偿还。你想做什么？桑九，你看，这是灭神紫雷，足以叫仙人魂飞魄散。它出现，皆因你逆天而为，炼化倾世之玉，劫雷落下，恐怕将无法抵抗。这是我的劫雷。我想借天边那轮降落未落的雪，没想到，只差一步，我就可以复活所有人。忘我的一切，选一场梦，涕泪交换你。你要做什么？桑九，我会带你受劫，待我神躯消散之时，以我神髓换你魔骨。
明夜，你放开！陈仁君，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别允许了！一颗心被爱恨撕裂，也不肯飞跃。桑九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没找到机会向你道歉。我是第一次做人丈夫，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。这么久以来，也没有为你做过什么。等我开始懂了，你却什么都不想要了。我没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你没有错，是你的丈夫不够好，是我让你成了妖，堕为魔。就这样一万年。那时间我在说再见之前，我常常想起那片竹林，想起我们的家，想起那些难喝的药，想起你骗我摘个没完的叶子。我还会想起你跑着跳着的你，睡着的你，大笑的你，流泪的你。如果有的选，我真的好希望可以和你永远待在那片竹林茅舍里，就这样平淡地度过一生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明夜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不管你是生是死，我都不会原谅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知道，就这样恨着我们，然后好好的活下去。将爱不再回击。云月，其实我早该死了，我的肉身早在荒原就被吞噬殆尽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我做错事，却是他们遭受苦难？为什么我们只能受欺辱，而天欢就能得到宽恕？因为心中有恨，我没有死去，反而化成了魔体，所以我注定渡不过雷劫，也换不了你的神髓。你永远也别想偿还。
真是你欠我的。桑九，桑九，桑九。桑九，桑九，既然你要成魔，那我便同你一起成魔。我是谁？是黎苏苏，是叶希雾，还是桑九？他的眼睛是怎么了？这交易之沉眠，是在不断经历般若浮生的梦境。成魔还是成神，就在此刻了。不行，若我就这样魂飞魄散，明夜绝望至此，一定会堕神入魔。明夜，千万要想清楚，既然无法将桑九从堕魔的命运中拉出来，就为他好好的活下去。桑九深爱着的明夜，不是一个向命运低头的人，从来都是那个身披盔甲的战神。魔兵还没走，那就是今日还有机会见到你。如果我勤加修炼，进入上清神域，不知会不会能与你说上话呢？能不能告诉你，有个小棒精一直都喜欢你，喜欢着保护整个漠河、整个三界的战神。喜欢着刚正不阿的你。桑九，
我没有成巫。我知道，你与魔神厮杀，守护住了3界四周，自始至终，你都是那个永远在保护别人的战神。可是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没关系，这次就原谅你，下不为例。成魔一念，不该是我的选择。我永远只做桑丘所爱的冥夜战神。你混出的。叶修，这感觉是什么？总算是出来了。萧凌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！这蛟龙实在可恶，白白教姑兴师动众。陛下，溺水结界时限将至，我们得尽快回到岸上。明夜，你为何选我进入你的般若浮生呢？
哎呀，总算离开这劳什子鬼河，脚踏实地了。希吾，杀了他！希吾，我是姐姐啊。大姐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……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冰城，二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那只沉睡的蛟龙呢？那蛟龙早已涅槃于河底，万年来止于白骨存世了，但它却留下了一处幻梦引人前来，最终诱使你们入梦，游历了一番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了一个预言。若想毁掉邪骨，你需要3把钥匙，1场梦。只有进入他的幻梦中，才能将他唤醒。1滴泪。1缕丝。明夜最终没有入魔，又为情所困，所以在生死之后布下这出幻梦，大约是为了点化有缘之人吧。哎，你们进去都看到什么了？他点化你们什么了？桑九，希望有一天，在这世间某处，你与明夜能再遇到彼此。好在谭台烬未能得到魔教，走吧，我们先回营。西武还有事未了，先不跟大家回去了。不是，我的二小姐，你又要去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景国，若能做成，再告诉你们。哎，二小姐，你是去找死吗？你刚刚毁了谭台烬的大计，你现在回去被他抓住，他不得抽了你的筋，扒你的皮呀？让他去吧。啊？虽不知你要去做什么，但我相信，你一定能做成。诸位，天高路远，后会有期。珍重。哦，对了，庞博士，此物名为过去镜，待有朝一日你返回仙门，记得将它带回逍遥宗保存。纪泽前辈是故意把时间推移了几个月，让我出去的时间与谭台烬去抓蛟龙的时间重合。一场梦，一滴泪。现在我经历了，又得到了。接下来，要让魔神生出情丝，爱上我。那我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。陛下，您从般若浮生出来后，总有些魂不守舍的，每日都要来这里等上许久。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为何总是回想起般若浮生的事？桑九。叶惜雾，两人面庞如此相似，令姑一时难以分辨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你醒醒，谭台烬！情丝盘踞，全已随无爱，抱无尽的后怕。你终于
于醒了，照顾了你一个晚上，累都累死了。你记得把药喝完啊，我先睡了。奶奶见，你可要好好活着。以后一日三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堂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太太监，我会将你押回圣国，然后把你关起来，让你从此不见天日。每一日每一刻，我都会盯着你。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别想再吸食妖丹，再去害人。要不是说了话，轻易提到永远，怎会有碑文里那么多未完结人的心心念念？梦已经醒了，已经过去了这么多日。叶惜雾与萧凌已经离开了吗？陛下，叶将军带人前来接应。走吧，回加官大营。太太监，你不是都走了吗？还回来做什么？当然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啦。怎么，难不成你不爱我了？花言巧语，怎么又凉了？把他绑起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是真的诚心诚意过来投奔你的，我游过来的，我还走了好几天的路，脚都被磨破了。游过来的，拿来。偏首领，把他牵回去，看看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，记得仔细检查。好。哎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就在这儿老实待着，别耍什么花样，不然那个人真的会把我的狐狸毛薅下来。我跟着你们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跑呢？还真是俘虏的待遇。哎，万事开头难。果真只要舍得下脸皮，就没有说不出口的话。究竟要如何做，才能让小魔神爱上我，生出情丝呢？
方才我在河边挽住他，那珠链好像烫了一下，看来还得主动些。二小姐，等一下，二小姐，谁？是我，是我。让他进来。哦。我今晚能不能睡在你这儿？不行。难不成是桑九那天晚上给你留下什么阴影了？闭嘴！这么说来，你在般若浮生走了这么一遭，难道就没有什么体会吗？体会？叶希沃，你真是不知廉耻啊！想些什么呢？啊？哎，不是那个，你这人怎么总想些奇奇怪怪的？我是说感悟一类的，感悟。感悟？感悟当然有了。其一，那明夜真是愚蠢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放弃神明的力量。其二，那上古魔神当真是强大，有朝一日孤要取而代之。别啊，大哥，怎么羡慕上魔神了？那什么，谭太监，这么缠绵悱恻、令人心痛欲绝的爱情故事，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吗？比如，我就觉得，若我喜欢一个人，一定不能像桑九那么卑微，要大声说出来才行。大声说出来？嗯。所以，我就来找你了呀。念白羽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谭太监，你是不是害羞了？拖出去！是。你是不是害羞了？哎，谭太监，你脸红了！二小姐，你肯定是害羞了。对，谭太监，你把他给我关回帐篷，别再来烦姑。要是再到处乱窜，罚他军杖。哎，你魂出来了，方才是又热了一下吗？不会害羞。不知怎的，这几日想到叶希沃，总觉得胸膛之中有些发痒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了。殿下可是倦了？没有，一时走神而已。还在想那般若浮生中的事啊？殿下，我入梦是身不由己，天欢的恶事也绝非我所欲。在漠河水底与殿下那一战，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心惊胆寒。若殿下因此怪罪于我，那我怎么会呢？你又不是天欢，我亦不是桑友，你我都明白，那只是一场梦而已。殿下，冰常是个弱女子，此生全靠殿下庇护。冰常，如今社稷飘摇，我虽为储君，却也是你的丈夫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保护好你，对你不离不弃。殿下为何忽然说这种话？男子不幸，多因自身缘故；而女子不幸，却多因为丈夫。便如桑九所嫁非人，最终含恨成魔，
我虽只在幻境中做过他一回兄长，如今想起他，依然不免心痛。殿下真是好心肠。不过如今二妹去了景国，便是国君夫人，荣华富贵不可限量，也用不着你这个假哥哥去心疼。是啊，毕竟只是浮生一梦。如今我要爱惜保护的人是你。你当初为何要将他人的情丝据为己有？你的丈夫萧凛是真的爱你吗？若你身上没有那条多余的情丝呢？是啊，如果没有情丝，他怎么可能真心爱我至此？如果没有情丝，我依然还是那个任人欺凌、冷落的庶女而已，无人关怀，无人怜惜，每天卑微的笑脸迎人，却依然被人抢走所有的一切。这浮生一梦着实令我看清了自己和这些所谓的家人。叶秉章，今后你一定要多为自己着想，好好利用这条情丝。陛下，已将二小姐送回营帐了。喝茶。你拖出去！你是不是害羞了？你肯定是害羞了。对，康太姐，你害羞了。为何看到他会莫名的开心？好骗人，上刀山下火海都行。这个真的不行，不行也得行。派你来打扫禽舍，照顾这些随军补给，是咱们陛下的意思。唐太君怎么这么狠心啊？这会怎么这么惨？我不行，我现在觉得脑壳疼，冒冷汗，头晕气虚。就你这点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这次回来是为了勾引谭台烬的吧？这么明显吗？这有什么好害臊的？不过呢，陛下他最近快从前线回京了，你要是到时候不想一个人留在加官大营放鹅，现在呢，就好好干活吧。不是。你别走啊！陛下人呢？去巡视军营了。怎么还带了行李？你要去哪儿？领陛下命返京，办些家事。行吧，反正你在前线待着也不自在，不如回去。过几日我妹也要回去了。我先行一步，等你们回来。我来和你通报一声，你老婆已经在乖乖放鹅了。最毒男人心啊！哦，白羽，过去看看。谭台姐，你不是人！小魔神的笑怎么不一样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
叶希雾，他发烧了，去叫军医。属下这就去开药。起来吧，别装了。要不要再找几只鹅来叫你起床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求渡而来，风邪入体，加上受了些惊吓。都怪你，那么多扁毛畜生，到处都是。起来吃些东西吧。是什么？水煮鹅蛋、鹅蛋羹、盐水鹅肉。好家伙，一言不合灭人满门，真可怕。吃吧。哎呀，可是我好虚弱呀，拿不起筷子，也拨不动蛋。要不你喂我吧。叶希沃，我看你不仅仅是染上了风寒，恐怕还有什么隐疾烧坏了脑子吧。军医，哎，别叫别叫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是不是我不晕倒，就永远见不到你？我数3下。啊，我吃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太太姐，方才你看我被鹅追，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我看你挺高兴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心头痒痒的，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？确实如此，这就是开心的感觉。呸！什么开心啊，分明是坏心，幸灾乐祸。小魔神学会开心了？难道说经历了般若浮生，他的情思已在逐渐苏醒？那只要我再努力，成功岂不是指日可待？你吃吧。哎，你要去哪？既然你已经没事了，那就好好休息。我先走了。过几日要回京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？你想跟姑一起回景国？若非如此，我为什么要巴巴的从河对岸游过来？是啊，姑也想问为什么。别说什么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在回景国的船上可是说得明明白白，不想和我有任何干系。昨日，你不是已经跟萧岭离开了吗？为何不干脆让他直接带你回圣国啊？我只想跟你走嘛。
叶希沃，自般若浮生出来，你就一直怪怪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明夜，没有他那么光明磊落。我不想拯救三界，也不想庇护黎明。我知道你不是明夜，我也不是桑九，可他们是夫妻，我们也是夫妻。桑九和明夜最终都没能解怨世界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更何况我这一路走来还遇到了很多百姓，他们可不管国君姓什么，哪里有活路他们就会去哪里。你治国有方，不仅我喜欢你，想跟着你，大家也都喜欢你，都想跟着你啊。叶希沃，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教姑如何相信你？反正我人都在这儿，任你处置了，爱信不信。任我处置？御前侍女？是啊，不是你说任她处置的吗？这侍女的衣服也挺好看的。不错不错，冷酷君王，刁蛮小婢，有点对路。殿下，浮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，您千万要保重身体。是，多亏了你，我才得以在这暗无天日的洞穴之中苟延残喘。澹台烬怎么样了？听闻澹台烬已经拿下了加官，不日将返回景京，朝中那些见风使舵的弄臣们也尽数归顺于他。他有什么资格做我晋国的王？殿下，无论他们如何，浮云都会一直追随在殿下身边。让你找的人，你找到了吗？很好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景国道行最深的术士都在这里。见过殿下。诸位都是见多识广的修道之人，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。诸位可知澹台烬是如何获得御妖之能的？听闻澹台烬一直在四处抓捕妖兽，吸食妖丹。哎呀，没错呀！是修行的禁术，修钱万分，殿下怎能以身犯险啊！够了！澹台烬可以，孤有何不可？孤要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一时一刻，也等不得。繁星时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时，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时，随云时，怀抱一只蝴蝶。不得时着水里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也算到说梦话。青丝盘几卷，一岁无碍。
手心着风沙，那月光与我是铠甲。我敬你来时带着伤疤，也试着温柔活一下。辞去了满身雅与不杀，那恨。